大家好，这次影片来汇总一下 Obsidian 的表格。Obsidian 的表格，我们首先要认清的一个事实就是 Markdown 的语法目前其实只支援了基本的表格的一个写法，太复杂的表格就没有办法使用 Markdown 的语法来制作了。虽然有个别的 Markdown 的语法有支援复杂的表格，但是大部分的 Markdown 的语法其实是没有办法做到比较好的表格支援的。比如说你可能有跨栏、有跨行，或者是表格里面又嵌入了另外一个表格，像这一种复杂的表格，基本上就不要指望 Obsidian 能够很轻松的来帮你完成了。如果遇到这种有需要复杂表格的情况，你还不如使用 Excel、Word 或者是 Airtable 这之类的软体，他们会是更好的选择。虽然 Obsidian 有一个外挂叫做 AnyBlock， 它可以使用列举式的清单来产生表格，但是在离开了 Obsidian 这个环境，在别的 Markdown 的编辑器里面也是没办法使用的。因此我的建议就是在 Obsidian 里面要使用表格的话，就是只使用基本的表格，复杂的表格就不要使用 Obsidian 来制作了。虽然复杂的表格 Obsidian 没有办法做，但是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时间是需要简单的表格的。因此如果能够熟练的掌握 Obsidian 里面表格的一个制作，对于我们的生产效率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一次会介绍3个表格相关的外挂，其实有2个在以前影片里面已经有介绍过。这3个跟表格相关的外挂，第一个就是最多人使用的 Advanced Tables， 它不仅出现的时间比较早，而且使用的人数也非常多。那它基本上就是在表格里面呢，能够让我们再把表格的一些工具能够用图示的方法让我们来直接选择。因此如果说你对表格的语法不是那么熟悉的话，透过 Advanced Tables 你就可以很快的来产生一个 Markdown 的 table 了。同时它还有工具栏有公式、有排序、有 CSV 汇出等等这些功能，可以说它的功能上是比较完整的。但是请大家注意一下它这边虽然功能是写 CSV 汇出，就是这个 CSV 汇出，但是我试了一下，它其实产生出来的格式不是 CSV 而是 TSV， 它产生出来的格式其实是使用 tab 来做分隔符号的，并不是使用卡码。那另外就是以前按下 Ctrl+Shift+D， 它会在表格的游标位置的下方会出现工具栏，但是现在这个游标下方工具栏的功能已经没有了，它通通都跑到侧边来了。那这个是跟以前有差异的地方。那第二个要介绍的是我更常使用的，叫做 Table Editor， 它可以把表格变成是另外一个编辑视窗，在使用上是比较方便一点点。第3个就是还没介绍过的 Table Enhancer， 那请大家注意的就是 Table Enhancer 并没有上架，因此你必须使用 BRAT 或者是手动安装的方法才能够来使用 Table Enhancer。那我们就先来试一下它的功能。同时因为有很多的资料是需要透过剪贴簿来做操作的，那下面我们就直接用剪贴簿再来套用上面的这几个外挂来看看它执行的效果。首先我第一个要做的剪贴簿的动作是把 Excel 的表格给贴入到 Obsidian 里面了。我现在开启一个 Excel 的档案，然后把这里面的内容全部复制起来。这是一个简单的表格 Ctrl+C 复制好以后再回到 Obsidian， 那接着在下面这个地方再把它给贴上来。贴上来以后你会发现因为我们另外有安装了一个外挂，这个外挂没有写到，它其实就是专门做 Excel 汇入的一个外挂，它的名称叫做 Excel to Markdown Table。 只要安装了这一个外挂以后，就可以把 Excel 的内容直接贴进来。它贴进来以后你会发现它最上面这边是原始的内容，它其实已经把它变成是用 tab 隔开的格式了。这边会出现一个图片，这个是我使用的 Emo Uploader 产生出来的，它会把 Excel 的表格自动给变成了一个图片，并且上传到了我的图床上面，再把网址给写回来。因此它这边写回来的是一个远端的 GitHub 的网址，那在最后面才会是真正的这个表格的内容。你可以看到它很完整的把这个表格给显示出来了。在操作这个表格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小小的技巧，就是现在在这个表格上面你要立即进入它的 Markdown 的语法区的话，不必点击这个编辑的这个符号，而只要在表格的后面的空白的地方点一下，它就可以立即进入 Markdown 的语法的区域，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个里面直接做编辑。我现在这边因为有安装了 Advanced Table 的关系，所以我在语法状态下面可以使用 Advanced Table 来做编辑，因此这个 Tab、Shift Tab 都是可以移动。刚刚我介绍的第3个外挂就是这个 Table Enhancer。Table Enhancer 呢，它是让我们可以执行所谓的就地编辑，也就是我在我的编辑区里面看到了这个表格，我不必进入它的 Markdown 的语法区域，就可以
直接在上面直接做编辑。比如说我现在在第3列，我要往下新增一列的话，我可以按右键，右键这边就有一个复制列的功能，点击一下它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出来，我就可以直接在这上面修改。一样是可以使用 Tab 的方法来移动，还有上下键都可以来做就地的编辑，直接在看到的表格里面就直接做编辑。第二个功能叫做 Table Editor。Table Editor 一样必须进入编辑状态 ，Markdown 的语法编辑状态，再执行 Table Editor 的命令。那你可以把它绑定一个快捷键，只要点击这个快捷键，它就会另外再开启一个编辑的窗格。在这个窗格里面一样就是有一个表格，你可以直接做输入，或是点击这个点点点视窗来做表格的一些操作。这个是 Table Editor 的功能。Table Editor 在这边视觉化的编辑完以后，你就可以直接点击这个 Update Table， 或者是 Copy as Markdown， 把这边编辑的内容呢，整个再复制回原来的笔记里面。这3个编辑用的外挂都介绍完了以后，后面就来看 Excel to Markdown Table 跟剪贴簿合用起来有哪一些功能是可以用的，有哪一些是不能用。那我做了一个汇总，我们从 Excel 里面贴入的时候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会很正常的进入一个 Markdown 的表格，所以这个功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从 Word 贴入的话，现在开启一个 Word 的档案。好，我现在这边有一个 Word 的档案，把这个内容给复制起来 ，Ctrl C， 再回到 Obsidian， 再用 Ctrl V 贴上，你可以看到它也会正常的贴进来，所以 Word 贴入的功能是没有问题的。后面我们来看一下 Google 的试算表，我用一个简单的格式把它复制起来，按下 Ctrl C， 再回 Obsidian Ctrl V 贴上，其实是可以的，它是可以转换成 Markdown Table， 但是它这边这个功能稍微有一点问题，原来的内容跟产生后的表格连在一起的，只要把它按换行符号这个表格其实是可以正常产生的。所以 Google 的试算表透过 Excel to Markdown Table 是可以正常的转入的，但是 Google 文件就不行了。看一下 Google 文件这个 Google 文件我把它复制起来，再一样按 Ctrl C， 再回到 Obsidian 里面贴上，它是没有办法产生的，所以 Google 文件没有办法用这种方法来产生。接着呢是 CSV 的格式，把一个 CSV 的格式给打开，这边有一个档案，我用这个档案进入文字编辑器，我复制了几行的内容 Ctrl C， 再回 Obsidian Ctrl V， 它没有办法自动转成 Markdown 的表格。我测试了一下，只有 Table Editor 可以读而已，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它整个复制起来，再执行 Table Editor 的命令，我的热键按一下，其实就可以产生成表格了。然后在这边做了编辑以后，再 Update Table， 再写回来的就会是个正确的 Markdown 的表格了。所以贴入 CSV 可以透过 Table Editor 来自动做转换。HTML 的表格也是可以贴进来，我们就找一个 HTML 的 Table， 我找一下看有什么网页可以用，我们用这个。好，这边有一个 HTML 的表格，全选起来，再按 Ctrl C， 再回 Obsidian， 再用 Ctrl V 贴上。好，它这边一样会错误的连接在一起，就按几个换行符号把它给分隔开。好，看到这个 Markdown 的表格也是正常的呈现出来。那以上就是从剪贴簿跟 Excel to Markdown Table 的几个要注意的地方。最后我们就再来讲一下，在编辑表格的时候有一些小技巧。如果表格里面需要 type 直杠符号的话怎么办？比如说我们在这边需要一个直杠符号，我们知道在 Markdown 的表格里面，这个 pipe 符号其实是当直栏的一个符号，因此当额外需要直杠的符号的时候，就是在前面再加一个反斜线，这样子它就会变成是一个直杠的一般文字，而不是表格的分隔文字。接着如果在 Markdown 的储存格里面需要做换行的话，那怎么来处理？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插入 HTML 的换行的标签，也就是这个小于 BR 大于，用这个符号它就可以变成是一个换行的符号了。在编辑的时候看会怪怪的，但是实际上显示的时候是会变成是换行的样子。后面这个小技巧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只要在看得到的这个表格的后方空白的地方直接点击一下，就可以马上进入 Markdown 的编辑状态。后面我提供了2个网站可以把贴入的表格内容直接转换成 Markdown 的格式，应该这一类的网站有不少，这边这2个就给大家参考一下。今天就是把在 Obsidian 里面要处理 Markdown 的表格做了一个整理，那希望对大家在操作 Markdown 表格的时候能够有一些帮助。如果你觉得我介绍的 Obsidian 技巧对你在使用上有帮助的话，请记得按赞、分享、订阅，谢谢各位。